夏沫，准备好了吗？夏沫。 没想到西川真的会这么对你。他说今天晚上很危险，他准备对贾阿信动手了。他到底有什么计划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肯跟我说。我破解了贾阿信的解码器，他可以帮你打开脚铐，还能帮你拿到乌茶之眼。 我猜测，七川的目标应该也是这块宝石。只要拿到它，不仅可以帮助七川查出沉船案真相，或许我也能因此摆脱简阿信，跟你回国。而你是唯一可以接近乌茶之眼的人。可是七川……不用管他。事到如今，你想要出去的话，你只能相信我，还要相信你自己。 七川看到会气疯的。你别管他，你现在应该专注的是你要做的事情。把手给我。干什么？你把这个表带好，这个是打开乌茶之眼的关键钥匙。你拿着它，在乌茶之眼旁边感应1分钟，安全警报就会解除。得手之后，我在北边安排了一辆车，黑色的，直接送你出境。七川，你现在过去，这里所有人都会议论。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如果事情发展下去，不会如你的愿。你也不会的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黎清风对夏沫的感情确实很复杂。哪种复杂？他们不是亲姐弟。黎清风喜欢夏沫，就算我退出，他也会是你最大的阻力。毕竟夏沫。 是为了他这个弟弟才来到这里的。喂，你能不能认真的考虑一下和我结婚？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目的，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。欢迎各位。 来参加小女的订婚礼。我知道诸位今日莅临，翘首以盼的，还有另外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在这绒布之下，正是璀璨了1000年的宝贝，传闻之中的乌茶之眼重现于世。土巴怎么来了？他一直是父亲的盟友，我一定要带着这个烫手山芋离开吗？当然。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七川，我才能回国。接下来，就有请我最尊贵的客人，乌茶之眼的下一位主人，让他为我们揭开他神秘的面纱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保乌茶之眼还是保夏沫。请苏小姐。苏小姐，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，这件宝贝就正式属于我们尊贵的苏小姐了。所以，我特意请来了普巴局长，来为这件稀世珍宝保驾护航。台上的无茶之眼好像有些不对劲。那只是个赝品，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，他习惯把一切都捏在自己的手里。
真的乌察之眼在哪儿？诸位，尽情享受这狂欢吧！让我们祝福小女扎亚的幸福，也为获得至宝的苏小姐送上喝彩。苏小姐，不吧，老弟，好吧。秦老官，你是不是太激动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普巴局长，我们也算是旧相识了，没想到你们还有这一层关系。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？恭喜啦！同喜。走。哎呀，来，让你看看真正的乌察之眼。乌察之眼的魅力太大。你说这巧不巧？这次的买家依然是苏士德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像上次一样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？砰！来，祝我们的生财之道经久不息，合作愉快。我刚刚才知道，台上的宝石是假的，真正的乌察之眼就在不远处的佛塔之下。你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去试探一下。嘘，别出声。你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。我有办法拿到乌察之眼。你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简阿信根本没有想着让你活着离开，他们有1000种办法，让你消失的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现在他们只不过想故技重施。你们2个去那边看看。走，注意戒备，给我精神点。3年前，我哥为了乌察之眼保驾护航，在回程中发生了一起不明不白的海难。我哥和乌察之眼一起沉入了海底。等你回来。臭小子！起初，我以为是苏士德为了骗保，后来我发现，简阿信才是那个匿名卖家。这一切都是他监守自盗。所以说，你是为了复仇，一开始强行把我留在你身边，后面又亲自把我送入虎口，为的就是钓出简阿信这条大鱼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是我利用了你，但你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你真的不应该趟这趟浑水。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拿到了乌察之眼，就能够证实这一切了？乌察之眼上的芯片记录了它流转的轨迹，在铁证面前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其实之前厉清风让我去拿乌察之眼，我都觉得是可有可无的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一定要拿到它。